他很会就是搞这些，怎么搞这些？我害羞了吗？那个时候会很愿意去相信，就是这样比较纯粹、真挚的情感。我一直都相信的，我是越来越相信，一直对景宝。怎么了，松松啊？来，我们给神剧亮了的朋友们打个招呼。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井柏然。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眼中归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让我印象和感触最深的是，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简单的爱情。因为我认为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错过之后有重逢，重逢之后又不愿再错过，就是看的时候感触很深，很感动。一样。对，我就觉得这段感情很纯粹，好像不那么真实，但是又很真实的一个又甜又虐的、很有风骨的一段爱情故事吧。因为这个故事是从高中一直到10年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赛跑。还有一点最打动我的是，即便是从高中到后来只是30加，但是两个人对于彼此还在初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打动人。对，所以就像松松说呢，就是很纯粹、很纯净。而且有一个很珍贵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那个唯一。两个人重逢之后对彼此心动的契机是什么呢？加油站吧，如果那次没有见到，可能也就真的错过了。但那次见面很重要。我觉得两个人因为从年少的时候年轻嘛，都没有辜负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所以很多时候爱过了头就会有一些冲动。然后错过并不代表说不爱了。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是，这么多年过去，可能两个人彼此在心里那个人都没走出去，所以就不会有人再进来。这是两个人的一个关键。遇见之后就不想再错过对方。和我们展开聊聊在加油站发生了什么吧。展开聊聊，你就得先充会员。你展开一下吧。展开聊聊就得先充会员，这是爱奇艺的。加油站其实那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经过了8年之后第一次见面，各自心里对各自的那种很深的情感，不管是喜悦的还是说悲伤的，它好复杂的东西都在里面。包括那次见面两个人的对话也很虐的，但是呢，我觉得很我真的很幸运的是，他可能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可是他心里想的又是一回事。嘴上两个人说的是冷冰冰的，但是也感受着彼此，内心非常的热烈。在你看来，陆彦辰荷尔蒙爆发的瞬间体现在哪里呢？他本身是一个能去做就不会去说的人，他是一个离死神最近的一个职业。非常的危险，因为保卫国家嘛，是他心中的一座山。然后陆彦辰另外一座山可能就是守护着归晓。那我觉得他可能最有所谓的荷尔蒙的这个片段，可能更多是在军队。我觉得陆彦辰其实有些时候像一个狮子，他是在那种安静当中去散发自己的那种威严跟力量。我觉得编剧把他写的是那种所有女生很完美的，都很理想的，就是你就说吧，他啥不会，他好像啥都会一点。对于归晓这种比较忠诚的情感，在归晓的心里，就每一刻都是吧，不是说一定要是那种很凶猛的荷尔蒙，但是也是充满着男人味儿的那种东西。你和归晓有没有非常共鸣的瞬间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强大、很勇敢的女生。她在这那么多年里，她内心其实一直藏着一个人，直到那次再次遇到他，她就决定也很笃定的说我要去把他追寻回来。一直到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就是失而复得，她的一系列做法，我都觉得这个女生好棒。我觉得归晓是那种在男人心中非常十全十美的那种女性形象，因为她非常包容，非常的隐忍。隐忍，其实非常的去理解对方。她作为一个特警的爱人，如果从男人和女人的形象，我觉得归晓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形象，她给足了男人所有的支持支撑，就是这种力量。其实无论在从事什么行业的男人，他其实都需要，越强大的人越需要。其实归晓对于陆彦辰的这种爱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所以时常会让陆彦辰觉得自己是很愧疚。对，因为他太好了。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你们两个人碰撞出的火花呢？
我觉得井柏然就是你叫我大名，我觉得好像是。我觉得小景老师，我觉得谭松韵，我觉得井柏然老师不管是演技还是他对于这个角色的，反正给我的感觉，让我很相信陆延成这个人很落地。是我说错了吗？呼一下，我看一下。跟着有一个群演。其实后面很多我们俩在一起的戏，我感觉都很好，但是有一场我很深刻，发生在前期，就是我们在新疆去他的病床上看他，我们俩就哭成一坨，然后两个人在一个枕头上哭。我觉得那个东西的是情感的一种连接，对情感的传就是它递可能不通过任何的台词对表达的一种情感的连接，就是非常默契。是的，看完剧本接的时候是非常感性的，就我觉得《归路》这个剧本，它是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纯净且美好的爱情。可能人到了这个年纪，就反而会回过头，很愿意去相信。我就是说我啊，对，我说我放开，会很愿意去相信，就是这样比较纯粹、真挚的情感。我一直都相信的。我是越来越相信。为什么说比较感性的去接的？因为当时我跟松松聊过，其实我接这个剧本就8个字儿，我就说我要接这个剧本，要演这个角色，就是2次开始和第2次开始。对。按第2次开始，我特别就是扎到我心里。我当时是一口气看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其实是一句很普通的台词，你还爱我吗？对。因为前面全是2个人，就是带着劲儿在对话，然后伪装着一个马甲在相处交流，直到那一刻，陆延成突然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2个人终于不用那么多年，好像这个东西又回来了，就特别让人触动。对于陆延成这个角色，你会觉得你很心疼他，因为无论是他自己的家境或者是归晓的家境，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不匹配的。年少的陆延成他就知道，可能这段情感只要开始了，他能给到归晓的并不多。就这个男的他很会，就是搞这些，就搞这些小手段。因为他2次表白，一开始第一次是喜欢我吗？你说哪有一个男生向女生表白说喜欢我吗？第2次就是他想再去重拾这段情感的时候，就是问了一句还爱我吗？就是很干脆。但是非常打动我的一个点是说，是什么样的感情可以经过10年用这4个字就能再次把彼此拉过来？我就觉得这种情感就是很难会有这种默契，非常打动我。除了这4个字，好像别的还没有这4个字更合适说你还爱我。对，我是觉得就是在那一刹那，对，时隔多年之后，就是只用4个字去又把彼此拉回自己的生活里。因为这是情感连接。对，这很打动我，我很感动。那陆延成是一个特别会说情话的人吗？如果你细细的走到这个陆延成的角色当中，其实你会发现他不是在臭屁。虽然简单的这种表达，但是里面包含了他所有，也可以说是仅有的感情。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他其实不是太能背负起情感。这样的表达就是虽然简单，但是对于我的理解是非常浓厚的。就是所有的仅有的，就是归晓，可能除了归晓，就也不会再有其他的人。因为归晓特别爱听这种深情的话和好听的话，经常会拉着陆延成，那你跟我说点好听的。归晓贼会撒娇，学到了。是有一点。一般这样的时候，你都怎样回应他？其实陆延成他更多的可能就是通过眼神去传递他对于归晓的这种宠和爱。通过归路，有没有想对一直在爱情当中坚持长跑的人们说的话呢？还是要相信爱吧，相信爱情，2个人要有信任，要真诚，还是要去理解对方。我觉得可能通过每一个不同比较美好的故事，可能会让我们自己想到曾经或者是别人的那一份美好。但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每一个人他的苦与甜都不同。我觉得可能在任何一段感情当中，只要做到不辜负彼此，不辜负自己，那他就挺美好的。之前在节目上，井柏然老师向大家介绍谭松韵的时候，松韵害羞的笑了。我害羞了吗？那个时候 ，OK， 害羞了。你可能不笑的时候，都会让别人觉得你在害羞。我笑了。熟悉之后怎么称呼对方呢？什么都有，就是井柏然啊，谭松韵啊，小景啊，松松啊，
是吗？对，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管你叫松松，何老师然后我就何老师，我就听到了一嘴就记住了，因为我觉得松韵，博人。我觉得有点严肃。就我们俩的名字起的好像就是后面那2个字都有点严肃，所以我觉得就是松松也挺好的。在正式合作之前，有和彼此的共友打听过对方吗？因为这个也是双向奔赴的嘛，才会走到一个剧组里边。因为我觉得松松他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就是一个非常自然松弛的人，我觉得他就是表演是非常自然，都不用去打听，时常会让我觉得就是很有代入感。一直对景宝，怎么了，松松啊？一直对小景都是不是，哎呀，怎么说呢？都行。哎呀，一直对景老师充满了欣赏和喜欢。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娱乐圈里很好的一个人，然后跟他合作下来，觉得是个很好的演员。对。从人进化成人，给我做一个后期的整个直线爬起的一个进化史。他也是演戏也很自然，你会感觉到他每次给出去他再给回来的东西连接，就是感觉很舒服。我觉得我们俩完全都没有那种彼此适应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我们2个在拍戏的时候都算是比较自然的那一种表达，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所谓的专业的技巧的东西去甩给我们的表演方式很像。对，所以就是在整个拍戏的过程当中，他的表演会无形的就是有一种代入感。你也是。就一下子就好像就走进了那个整个故事当中。这是我自己最深切的一个感受。听说小景老师每次出场都会很精致，这一次合作下来也是这样的吗？每次我们见面，他已经是剧中的形象了。只有一次他穿着自己的衣服走戏，我还问呢，我说这是陆妍晨的衣服吗？他说他自己的，拖着洞的 T 恤。我说，我这安能没有时尚，大家穿着都很舒服来的。就路过你们的时候，我好像都是那1-2身。这一次在新疆取景的戏份拍摄下来，感受如何呢？有啊，因为我很喜欢雪，然后去那儿我就充满了期待，我觉得一定非常好玩。然后去了以后依然是非常好玩，依然很美。感受到了就是近几年记忆当中最大的几场雪。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享受就是在新疆拍摄的这个整个过程的，因为它整个环境的问题，在新疆禾木那一整段拍摄其实是非常专注，所以就是整个氛围都会让你觉得就是你就是很投入的在做一件事儿。你会发现其实好像就是我们远离所谓的都市，我们每天也不需要快递，可能偶尔会想起说自己想吃什么，反而内心也挺平静的。每天拍完戏出去走一走，去晒晒太阳，然后拍个照。我看到你也好像也是拍个照片，对，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那种生活状态，不是那种随时随地都要翻看手机，不是大都市的那种对忙碌的工作。你反而也会觉得悟出了一个道理，其实人更多的时候都是在于去习惯，真的，可能你习惯了，你就觉得还好。而且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小房子都是木头房子，然后雪落下来，一个个小房子上面都是堆着一层雪，特别可爱，像童话世界一样。每天再冷你都不会觉得冷，除非你凌晨，我们经常有一些凌晨的夜戏会觉得冷，然后有一些雪地会比较滑，雪会比较深。现在一想，还是很美好那个地方。然后我记得就是最搞笑的是，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呢就是比较偏僻，就是那种你买了快递要等车去集体下山几个小时的要开几个小时的地方去集体取上来，所以每天都特别期盼就是剧组开饭。我在那段时间最多的零食就是整个酒店每一个星期给你摆的一小盘干果。你不是道具的面包吗你？对，还有道具的面包，天天吃道具的面包。大哥有面包吗？松韵这一次有给小景老师安利零食吗？我在那边我都是属于一个要减肥的状态。这部戏我可没有赶上他的好时候，他一直在减肥，每天就是吃水果，还有水果，蔬菜。对，蔬菜。没有，后期呢回北京就吃的多一些了，但是在新疆是真的很注意，就没有怎么吃。后来发现也没有啥效果，那还是吃吧。那还是有的。你这一瘦显得我都胖了。哎呀，是我显的吗？确实也胖。
和期待归路热播的朋友们说一句想说的话吧。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可能跟我们大家平时见到的有一些形象不太一样的东西。咱们这戏很多拍摄手法呀，都跟可能以前我们自己遇到的拍摄手法也不那么一样。但是我们看了有一些小片段，哇哦的片段。如何每周三准时 get 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或扫描二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掌握最新剧透，追剧不再 lay back。